亲手抓住女朋友出轨，对象是我的那个富二代室友。室友嚣张地对我说：“穷逼就不配谈恋爱。”女朋友拿着手上的包，看见了吗？你不吃不喝，一辈子都买不起。我定睛一眼，这不是我妈的包吗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女朋友甜甜最近很不对劲，约她一起吃饭，她说减肥不吃，给她送礼物，她百般推辞，想和她一起去图书馆，她说她在宿舍就能学习。我的室友赵帆也很不对劲，平时都是躺在床上打游戏，这几天总跑出去，有时候连着几夜都不回来，回来也是倒头就睡。哎呦，帆哥回来了，这次鏖战几个小时啊！耳边是张泽那下流的声音。赵帆意有所指地看了我一眼，转了一下手中的车钥匙，也没几个小时。不过他说我可比前男友厉害多了。雾草，帆哥你提车了？这车下来得100多万吧？我爸的车，他车太多，开不过来。想开吗？我带你们出去兜兜风。刘浩和张泽立马欢呼起来，爬起来就要走。赵帆对着镜子理理自己的头发，另外2个人立刻吹捧赵帆长得帅。李艳，你要不要一起啊？赵帆满不在乎地开口。我摇摇头，示意自己还要学习。3人勾肩搭背地走着。你问他干什么呀？帆哥，一个穷逼，说不定他这辈子还没坐过汽车呢。咱不是好心吗？想让他试试坐豪车是什么感觉，可是人家不领情啊。室友一边调笑着一边离开了。我往楼下一瞧，果然看见赵帆开了一辆宝马7系，我爸也有一辆这样的车，不过一般都是赵叔在开。赵叔是我家的司机，刚入学时爸妈怕我在学校不习惯，在学校附近给我买了别墅，让赵叔接送我，赵姨照顾我。但是我觉得在学校住宿舍挺好的，就一直没有回去。我照常约甜甜出来吃饭，甜甜回我一句吃过了，便不再有下文。我们已经有1周没见面了，她是不是生我的气了？我买了鲜花，订了几个小蛋糕，提着就往甜甜楼下走。甜甜不接我的电话，我只好拜托她室友替我转告。没过一会儿，甜甜怒气冲冲地走了下来。宝宝，我给买了鲜花，还有蛋糕，你喜不喜欢？甜甜不仅没有高兴，反而冲过来拿起我手中的蛋糕，摔了个稀巴烂。你干什么？我不是说了不要让你来了？你知不知道我最讨厌你这样擅作主张？我一脸懵，俯身把东西捡了起来，看着甜甜怒气冲冲的脸，满腹的疑问又化作了温柔。宝贝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我最近哪里做的不好？你没有，你做得很好，但是我不喜欢你了，我们分手吧。我不想再和你吃食堂了，也不想陪着你考研，更不想再吃你买的这种垃圾蛋糕了。我买的明明是我奶奶都特别喜欢吃的甜品，怎么到了甜甜这，她这么讨厌？不是甜甜告诉我她想让自己的人升上一个阶层，我才带她考研的。除了读书，我想不到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提升阶层。甜甜头也不回地走了，徒留我一人遭受周围同学的窃窃私语。我将地上的垃圾收拾干净，也离开了。我去，李艳你火了呀？我一脸懵逼地看向刘浩，刘浩指着手中的手机，我接过来一看，原来是表白墙发了我和甜甜的视频，画面中的甜甜捂着脸哭泣，我看着满地的狼藉皱着眉。表白墙配文：某些男同学能不能不要这么不要脸？人家都拒绝你了，你还拿着鲜花蛋糕来找人家，这不是纯骚扰？我接过手机想回复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和甜甜是男女朋友，
可是却看见甜甜的留言：呜，女孩子真的太容易被骚扰了，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许多不明真相的同学都在骂我，也有在现场的同学为我辩解，但是发言太少，很快就被淹没在了骂声中。我想要甜甜说清楚，却发现自己早就已经被他拉黑了。赵帆像是一阵风一样走进来，摇着车钥匙，得意地开口：“兄弟们儿，收拾收拾，我带你们见我的女朋友，还得是咱们帆哥。这还没1星期就把他拿下了，那是，我还以为他多清高呢。我这小礼物一送，小车开着一兜风，这不瞬间拿下。”看着春风得意的赵帆，我突然萌发出一种向他请教怎么哄女生的方法。我举起手机，告诉赵帆我的困惑。赵帆看完我和甜甜的聊天记录，嗤笑了一声：“我不追女生，都是人家巴巴的来追我。毕竟我是个富二代，不像你，要长相没长相，要钱没钱。哪个女生想不开会跟你在一起啊？”我愣了一下，看向刘浩和张泽。张泽摇摇头，奉承赵帆道：“那都跟帆哥一样，要长相有长相，要钱有钱。不过帆哥说的对，穷逼是不配谈恋爱的。”我喃喃自语道：“可是我也不是很穷啊。”赵帆听罢，像是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笑话：“你们听到了吗？他说自己不穷哎。”刘浩和张泽也笑了起来。你一身行头加起来还没有我的内裤贵，整天不是自习室就是图书馆，又穷又清高，大家都是2本，你装努力给谁看？认命吧，读书是没有用的，有钱才是硬道理。我刚想反驳，3个人嘻嘻哈哈的走了，留我一人在宿舍。我不明白，大家都还是学生，怎么攀比心就如此重了？深夜，刘浩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去接他们。他们都喝了酒，没法开车了。我马不停蹄地赶往校外的夜市，却看见赵帆身边坐着的女生不是旁人，真是前几天才和我大吵一架的甜甜。甜甜倚靠在赵帆怀里，脸上的最明显。赵帆的手还塞在甜甜的胸口上，丝毫不顾及还有刘浩和张泽2人。我怒不可遏，伸手就向赵帆打去。赵帆也不示弱，推开甜甜就反击，照着我的脸就是2拳。很快，我和赵帆就扭打在了一起。刘浩和张泽把我俩拉开，甜甜心疼地抚摸着赵帆的伤口。刘浩低声劝我不要和赵帆作对，他家里很有几分势力，万一惹怒了他，我就不能安生地待到毕业。我们闹出的动静太大，围观群众报了警。警察局里，警察问我为什么打人，我说赵帆欺负我女朋友。甜甜暴毙冷冷地说道：“我不是他女朋友，我们早就分手了。”我焦急地反驳。赵帆冷哼一声：“李艳，人家女孩子不愿意跟你就算了，你也是，整天带着女孩吃食堂，去图书馆，送的礼物也都是些不值钱的小玩意。既然是穷逼，就不要谈恋爱了，浪费女孩青春。”说着，赵帆晃了晃手中的车钥匙。警察轻咳一声，让赵帆把豪车钥匙收起来，盘问甜甜和我的关系。我和他之前是情侣，但我们已经分手了。警察连小情侣分手都要管吗？看看这个包，他李艳不吃不喝，打一辈子工都买不起。甜甜展示着手里的爱马仕宝宝，这个款我妈也有一个，不过我妈嫌老气，一次都没有背过。周围的警察听完皱了皱眉，显然是不认同甜甜的价值观。警察查明事情真相，摆手叫我们把辅导员叫来，否则都不准走。张泽和刘浩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都不愿意通知导员，害怕被处分。赵帆嘴一撇，硬气地给导员打了电话。导员在电话那头发出尖锐的报名声：“
来了警察局后，一个劲的和警察赔不是，这才把我们都带走了。导员挥手让甜甜走，甜甜一步三回头的看着，生怕我再和赵帆动手。办公室里，辅导员按着太阳穴问我们怎么回事，我低着头不说话。导员拍了桌子，刘浩和张泽哆哆嗦嗦地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。一群毛头小子为了一个女人就大打出手，闹到警察局去，还有没有点男孩子样？你们几个回去一人给我手写5000字检查，明天中午送到我办公室。今年都评优评先奖学金全部取消，我看还长不长记性？赵帆不屑地开口：谁稀罕那几千块钱，还不够我买双鞋的。李艳，你他妈再接近甜甜，我一定要你好看，那就试试，看谁怕谁。导员摔了东西，怒骂道：要谁好看？赵帆，你家本事挺大，还越过法律去了。你给我手写10000字检讨，写不完就等着退学吧。你们几个走吧，李艳你留下。赵帆理理衣服，摔上了办公室的大门。刘浩和张泽也赶紧跟了上去。赵帆几人走后，辅导员瞬间变了脸色，又是让我赶紧坐下，又是给我上药，把赵帆班长的职位撤了。赵帆是班长，大学以来没少用自己的小权势欺负同学，比如把助学金机会给和自己交好的同学，把自己不对付的同学从评优评先的名单上划掉。我早就看不惯他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我来治治你。导员迅速下了通知，将班长换成了另一个女生。没办法，谁让我爹是本省首富，每年光税收都好几个亿，就连学校宿舍的空调还是因为我入校，我妈心疼我，大手一挥批下的资金。说来惭愧，我爷爷清华，我奶奶北大，我爸爸博士，我妈妈留美的硕士，我姐姐省状元，家族里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分布的国内外各大名校，而我爹砸了几十万，终于考上了个2本。我姐辣评：咱们老李家祖坟总不能一直冒青烟。刘浩不是说赵帆家里有几分势力吗？我倒要看看什么势力能越过我们家去。听说赵帆在宿舍里发了好大脾气，还打电话给那个女生，扬言他要是敢干班长，就让他在本市混不下去。呵，口气不小。我看是谁让谁混不下去。我给本市爱马仕的柜姐打了电话，得益于我妈，她还记得我。李先生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我想送我妈一个包，我从官网上看到了一个款还不错，你帮我查一下有现货没有。我将那个包包发给柜姐，柜姐很快给了我答复。不好意思，李先生，您是不是记错款式了呀？这个款今年本市就卖了1只，我这边查询到付款账户是您的父亲。我随便找了个理由挂断了电话。柜姐的话更加验证了我的猜想，赵帆的车和我爸的是同款，赵帆送给甜甜的包和我妈的是同款。我是学习不好，但不代表我是个傻瓜。偷家的找到了，那么卖家的呢？我抽空回了一趟学校附近的别墅。赵姨见我回来，一脸的震惊，忙起身拦住我：少爷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回我自己家，难道还要提前给你报备？赵姨摆手说：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不知道我会回来，没有帮忙打扫屋子。我告诉她，我只是回来拿个东西，一会儿就走。赵姨这才让开了路。我一边打量着别墅的布局，一边状似无意地开口：赵姨，你们家有几个孩子啊？1个，今年也上大学了。在哪上的呀？果不其然，赵姨告诉我她儿子在哪个地方上学校，学什么专业，言语中满是对孩子的得意。从赵姨的话中，我了解到赵姨并不知道我和赵帆是一个学校，甚至住一个宿舍。
那么赵帆应该也不知道他的爸妈是给我打工。一个计划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，我要把赵帆捧得高高的，再让他摔进无底的深渊。我告诉赵姨，我妈要之前的那个包。赵姨的脸色当场就变了，结巴着告诉我上楼去找，其实就是躲出去和赵帆打电话。儿子，你快把之前拿走的包给妈送过来，我都送出去了，怎么要回来？你这不是诚心让我丢人吗？不送，你不会说包丢了，这点本事都没有，你怎么这么没用？赵姨好声好气地陪着笑脸，换来的只是赵帆的责骂。我原以为赵帆只是年轻气盛、虚荣心强，没想到他对自己的母亲如此蛮不讲理。这样，我把包给送过去，你让我以后住别墅里，反正那户人家总不回来，房子空着也是可惜。赵姨没有答应。电话那边的赵帆先是怒吼，用最难听的语言骂赵叔赵姨，后来又转为哀求，说自己在学校多不容易，不就是想以后出息了报答他们。赵帆给赵姨画了一堆饼，赵姨咬牙答应了，并嘱咐赵帆赶紧把包送来。赵姨出来时，我告诉她下次我再来拿包，我可不想现在就和赵帆碰面，我们的游戏才刚刚开始呢。回到宿舍便看见赵帆在收拾东西。我爸的别墅终于装修好了，老子再也不用住这个破宿舍了。刘浩和张泽满眼羡慕。赵帆无所谓的开口，下次来我家里玩，不过某些穷逼还是不要去了，我怕我装修好的大别墅染上臭味。到底是为什么赵帆会觉得我是一个穷鬼呢？难道是因为他们都穿阿迪耐克，但是我穿的衣服是手工制作的，没有标识？赵帆走了之后，宿舍里变得空荡不少。张泽发了会儿呆，开口：真羡慕赵帆啊，家里有钱，自己长得又帅。哎，他家有公司。刘浩，咱可得跟赵帆搞好关系，后半生的荣华富贵可就全靠赵帆了。不过李艳，你也别跟赵帆一般见识了，他人是不怎么样，但是他有钱啊，咱以后说不准有事找他帮忙呢。面对刘浩的提醒，我低声应了一句。手机上是甜甜发来的信息，她坐在我的房间，穿着清凉。李艳，你别怪我，我要是跟着你，这辈子都住不上这么大的房子。往后你要是有事求我，我或许会看在之前的面子上，帮你和赵帆求情。得意去吧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。我打开电脑，想连接上别墅里的监控，却发现屋内所有的监控都连不上网络。赵帆还挺谨慎，知道把监控拔掉，我只好另寻他法。赵帆没让我失望，频繁在朋友圈炫富，这些我都一一截屏保存。赵帆开始动我的东西，刚开始只是戴个帽子项链，后来演变到穿我的衣服鞋子，连内裤都要穿。别墅里偶尔我妈和我姐偶尔会过去，里边有他们的衣服。我姐身高1.72米，我妈年近50，他们的衣服甜甜穿上不伦不类，却还嘴硬大牌。就是这样，甜甜还做上了自媒体，说是分享普通大学生的日常生活，其实就是暗戳戳的炫富。她把自己包装成白富美，和赵帆谈恋爱是门当户对，很快就吸引了一些粉丝。但这其中也有眼尖的粉丝指出，甜甜的大牌衣服都不是她这个年龄应该穿的。甜甜为了堵住粉丝们的嘴，开始问赵帆要钱买东西。赵帆一个假富二代能有多少钱，只好问父母要。赵叔赵姨掏空了家底供他上学，哪有闲钱让他买这个奢侈品啊？很快赵叔赵姨就预支掉了今年整年的工资。要知道现在才4月，不过甜甜确实吸引到了粉丝，
接到了一些推广，小赚一笔。没事的时候，两人就会直播卖一些小零食之类的东西。一日，我突然告诉赵姨，这个月我没有回别墅，别墅里的电费需要他们自理。鬼知道几个人究竟干了什么，一个月竟然用掉了快5000的电费。赵帆刚赚的钱就缴纳了电费，有些不开心。直播时有一个身材火辣的女孩要求连线，女孩笑着告诉他们自己就住在隔壁，有空可以过去玩。赵帆当时的眼神就开始迷离了，后半截的直播心不在焉。一会一看手机，甜甜显然也发现了，生气地关掉了直播。直播被关了，我只好打开了电脑，监控画面晃了晃，很快就正常起来。我让店家给我远程操控一下，在金钱的驱使下，店家圆满地完成了任务。监控中，甜甜伸手去夺赵帆的手机，赵帆躲了一下，不耐烦推开甜甜。甜甜质问赵帆在干什么，赵帆回了一句多管闲事，骂骂咧咧地出门了。门口的监控显示，赵帆去敲了隔壁别墅的门，留甜甜一人在屋子里。甜甜气得把屋内的花瓶砸碎了。赵姨踩着高跟鞋就上了楼。你干什么？你知道这个花瓶多贵吗？你爸妈种一辈子地都买不起。对不起阿姨，我现在就收拾赶紧，明天我去给您买一个新的，您赶紧休息吧。此刻的赵姨身穿我妈的衣服，装出一副贵太太的样子，教训甜甜。甜甜最近没少遭罪，为了能够顺利地嫁给赵帆，甜甜没少讨好赵姨，主动包揽了别墅里的家务活，还总是自掏腰包给赵姨买各种礼物。后来的直播里，几乎已经是甜甜一人出镜。甜甜的视频质量不高，翻来覆去就是那几样东西，粉丝流失得很快，直播观看人数也越来越少。隔壁的女孩若若的粉丝倒是越来越多。甜甜想与若若一起直播，借若若的流量给自己涨一波粉丝。于是甜甜精心准备了礼物，去了若若家，敲开门才发现赵帆也在这里。甜甜质问赵帆为什么在这里，赵帆索性和甜甜分手，要甜甜哪里来滚哪里去。甜甜和若若扭打在一起，赵帆为了保护若若，一脚踹上了甜甜的肚子。赵帆在和若若接触以后发现，若若是个真的富二代，父母都在国外，特别有钱。可是若若却很缺爱，赵帆就打起来若若的主意，很快就把若若骗到手了。本来赵帆还想在互联网上卖一卖深情人设，眼看已经瞒不住甜甜，索性直接分手。赵姨赵叔听说若若是个白富美，举双手双脚赞成赵帆和甜甜分手，大晚上的把甜甜的行李丢了出去。甜甜跪在别墅门口，求赵帆不要赶她走。赵帆，求求你不要和我分手，只要你愿意和那个女的分手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跟若若分手，我疯了，你配得上我吗？你爸妈就是破种地的，你配得上我吗？要不是为了恶心李艳，我才不会和你在一起。滚滚滚！要不然我叫保安把你拖出去。赵叔毫不留情地把甜甜的行李扔进了垃圾桶。在赵家人的威胁下，甜甜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。其实这个时候，甜甜如果在网络上曝光赵帆分手，那么她就能依靠着大众的垂怜，在互联网站稳脚跟，后期还能卖一波独立女性的人设。可是甜甜没有这么做，她依旧卖着白富美的人设，经营着已经没有多少粉丝的账号。为了能够吸引粉丝，她不惜花钱去买二手奢侈品。可即便如此，她也买不起，只好在网络上借起来钱。很快，这些借贷公司就打电话催账，甜甜的账号依旧没有起色。
自然也还不上钱。走投无路的时候，甜甜给我打电话，希望我借她20万。我告诉她，别说20万，就算200万我都拿得出。可是她对我的伤害太大了，我没法借给她钱。甜甜不得已在个人账号上声泪俱下地澄清了当时表白墙上的视频，诚恳地反省自己不该嫌贫爱富，希望我能原谅她并借给她钱。网友们可不买账，自己出轨还想让前男友帮自己还钱，评论里一溜烟的全是骂声。甜甜受不了骂声，自己将视频删掉了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网络上到处都是骂甜甜的。甜甜给我发信息，表示自己因为我受到了这么苦，让我赶紧把钱转给他，言简意赅地回了2个字：活该。随后拉黑了他，还不上钱。各方公司一个接着一个给甜甜打电话，没有办法，甜甜只好选择退学打工去还钱。和赵帆后期的遭遇相比，甜甜的下落已经算是好的。赵帆辞掉了学校安排的实习工作，他觉得对方是在侮辱他，让他一个堂堂的大学生去干一些打印东西的工作。在赵帆的哀求下，若若将他安排到了自己家的公司。刚巧我也在这个公司实习，并且由于出色的表现，老板破格提拔我为组长。赵帆被领导分到了我这一组，他看到我时有些惊讶，但随即换上了不屑的表情。哟，李艳，没想到你这种人也能进这种大公司实习，不过你在努力学习，那又怎样？不还是和我一个公司？当然不一样了，我是组长，你是组员，组长有什么好炫耀的？就算是组长，你要是惹不高兴，我现在就能让你滚蛋。办公室里大家都在努力工作，唯有赵帆打着游戏，不断地骂着对面是个菜逼。有别的同事叫他小声一点，他直接指着人家鼻子骂：你什么身份敢来质疑我？知道我是谁吗？信不信我让你马上滚蛋？同事们看他如此硬气，纷纷猜测他是不是哪个老板的公子哥，也就不再和他硬碰硬。下班时，我收拾东西准备走，赵帆走过来，将手里的一沓文件摔在我面前，给我把这些活干了。我推开文件就要出门，赵帆拦住我：反了你了，竟然敢不听我的话！说着就要动手，我捏住赵帆的拳头，狠狠给了他一拳。见他依旧不服，照着右脸又是一拳。赵帆气得发抖，提起拳头准备反击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耳边是经理怒气冲冲的声音。赵帆放下拳头，狠狠地对我说：你死定了！和经理说了来龙去脉以后，他烦躁地摆了摆手：赵帆，你还想干不想干？如果不是，你以为你这种货色能来我们公司上班？那凭什么李艳可以？李艳有国家级的比赛金奖，你有什么？有你吃软饭的本领，还能不能干？不能干，给我滚蛋！赵帆气哄哄地摔门离去，回去就和若若告了状。谁知若若不仅没有安慰他，反而把他臭骂一顿。我让你去公司是让你锻炼自己的能力，你过去当太子爷去了，你这个样子，我爸妈怎么会放心把我交给你？我看咱俩也不要结婚了。不能和若若结婚，就意味着无法继承若若家的财产，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全部都白费。第二天，赵帆灰溜溜的来上班了，态度一改当前，对谁都是笑脸相迎。第三天，赵帆，你去把这个表格做了。赵帆在学校里整日不学无术，甚至连 Excel 表格都不会，但他又不敢违反我的命令。一直到下班时间，赵帆还没有将一个表格学会。你是猪脑子吗？这都不会，耽误了方案进行，你负责得起吗？赵帆点头哈腰的不断道歉，连连保证不会有下次。
我将文件摔在他脸上，他也不敢有怨言，只不过他眼底里闪过的一丝狠毒，出卖了此时的心情。帆哥，过来的是刘浩和张泽。我故意以赵帆的名义把他们俩叫过来聚餐，其实就是想让赵帆再丢脸。赵帆为了找回脸面，告诉刘浩和张泽他是在自己家的公司实习，但是隐瞒了身份，为了不让别人看穿，所以拜托我教训他一顿。刘浩和张泽表情奇怪，显然不是很相信这个理由。赵帆为了转移话题，主动提出请大家吃饭。公司外的餐厅里，看着富丽堂皇的装潢，赵帆不敢进去。我率先推开了门，赵帆也只得硬着头皮跟了过来。席间，刘浩突然让赵帆把自己也安排进自家公司。张泽听完，表示自己也要进。赵帆打着哈哈说他过几天跟人事说一声。刘浩当即端起了酒要敬赵帆，我冷哼一声，借口自己上厕所，实际上开溜了。几人吃完饭，发现金额不菲，赵帆手里没钱，又不想在刘浩和张泽面前丢面子，于是开口问我借钱。我强调了赵帆富二代的身份，说的赵帆自己挂断了电话，不知赵帆怎了付了饭钱。不过第二天，赵帆的表情十分难看。很快，若若要出国，临走时将公司里的大小事务交给赵帆，美其名曰锻炼赵帆。赵帆自觉已经搞定了若若，在公司里耀武扬威，乘机将刘浩和张泽录取了进来。见此，赵帆的许多朋友都求上了赵帆，使得赵帆的虚荣心得到大大的满足。一时间，公司里如同菜市场一般热闹，许多员工受不了，选择了辞职。赵帆大笔一挥签了同意书，而我也因此辞了职。等若若从国外回来，公司已经是鸡飞狗跳，许多已经谈好的合作，由于赵帆的管理不当，也打了水漂。若若在办公室里哭了好久，赵帆并不在乎，让若若再问家里要点钱，什么事就都能摆平了。若若告诉赵帆，公司是他父母给自己的考验，如果公司破产了，那么若若只能回去商业联姻。赵帆一听，这还了得，当即决定帮助若若度过这次难关。若若许诺赵帆，如果能够拉到资金，那就转出公司一半的股份给赵帆。赵帆的干劲更大了。赵帆忙回家里问赵叔赵姨要钱。赵叔赵姨能有什么钱？两人想把别墅里包包衣服卖掉，给赵帆凑钱。赵帆不依不饶，直说卖衣服包包太慢了，问赵叔要车钥匙，想把那辆车卖掉。赵叔坐在沙发上抽着烟，似乎在考虑这件事的可行性。赵帆再三保证，赵姨也在不断催促。赵叔终于把车钥匙给你赵帆。赵帆找了不正规的二道贩子卖车，被警察当场抓住。我到警察局时，赵叔正在不断地向警察赔不是。你就是车主吧？这个人就是差点把你车子卖了的人，你可要长点心，别什么人都把车钥匙给他。赵叔看见我，猛地扑过来，少爷，是我鬼迷心窍了，要卖车，跟我儿子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愿意赔钱，千万不要把我儿子送到监狱里。赵帆不敢相信这辆车的车主是我。爸，你跟这个穷鬼说什么？闭嘴！赵叔咆哮道，给赵帆了一耳光。赵帆不敢置信地抬头，反手就想和赵叔动手，被周围的警察拦了下来。警察同志，我需要报案。我拿出一个 U 盘，里边存有赵家人在我的别墅里为非作歹的所有记录。赵帆看着那些视频，喃喃自语道：不可能啊，我不是已经把监控拔了，怎么还有视频？我要求警察对赵帆做出处决。
赵帆破口大骂：“我住你房子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小气？大家都是一个宿舍的，我妈照顾你了这么久，你怎么没有一点感恩的心？”饶是见过了大场面的警察，也惊叹于赵帆的厚脸皮。赵叔突然跪了下来，求我私了，他愿意做任何事情。你给他跪什么？爸，等我和若若结婚了，咱们肯定比他还有钱。我告诉赵叔，如果他们能够原价赔偿我的损失，那么我愿意私了。经专业人员鉴定，赵帆住我别墅的1个多月的时间，竟然损坏了我80多万的东西。赵叔掏空了家底，借遍了亲戚，给了我50万。把钱给我的那天，赵叔的背更佝偻了。我不觉得他可怜，只觉得他没脑子。赵家人搬出了别墅，一家3口挤在一间小屋子里度日。至于我为什么选择私了，是因为我还有别的计策在等着赵帆。赵帆依旧不死心，想尽一切办法弄钱，妄图拉来资金，能和若若结婚。可是他1没学历，2没见识，连银行的贷款都贷不出来。最终，赵帆也选择了借网贷，先是拿着父母的身份证借，尝到甜头后，又用自己的身份证借。借到的钱，先给自己租了个高级公寓，然后去找了若若。若若开心极了，说过几天就带赵帆见家长。公司的资金运转恢复正常。正当赵帆以为自己要当上大老板的时候，美梦破裂了。若若告诉他，公司被人收购了，下午就来签合同。是的，那个人就是我。李艳，你凭什么收购我的公司？你的公司，这个公司法人代表好像不是你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每次我要走好运的时候，你都要来插一脚？你已经够有钱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和我抢？就是觉得很有意思啊！在赵帆撕心裂肺的吼声中，我在合同上签了名字，这家公司正式成为我的。签完字下一秒，我对着赵帆冷笑一下，学着他之前转车钥匙的样子：“你被解雇了，带着你的狐朋狗友赶紧给我滚！”自己被解雇固然难受，但是往日奉承他的同学此刻窃窃私语，围绕他到底是不是富二代展开了讨论。你别听李艳瞎说，这真的是我的公司，我真的是富二代，真的。你们看，这是我住的房子，高级公寓。刘浩凑过去看了一眼，突然开口：“那个赵帆，房东问你欠的房费什么时候给？”已经欠好久了。有的同学忍不住笑出了声。赵帆涨红着脸把手机关掉。赵帆看到人群里的若若，像是看见了救星。若若，你不是要带我见你父母吗？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你父母肯定要给我补偿吧？我要1套房，还有1辆豪车，还有你得把我借的钱还了。周围的安保见此场景，迅速拉开了赵帆。若若皱眉说道：“我们不是普通朋友吗？为什么要带你见父母？你别乱说，我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。”说完，保安护着若若急匆匆地走了，留下赵帆傻眼了。确实，他和若若一直没有明确地表示2人是在谈恋爱，就连平时若若给赵帆转账，也会备注上什么钱。公司里人来人往，赵帆灰白着脸，像死一样的沉静。过了许久，他迈着沉重的步伐离开了。过了没几天，我在警察局里看见了赵帆。赵帆因为强奸未遂被警察抓了起来。那天离开后，赵帆回去越想越不甘心。他想了一个好主意，如果若若能够怀孕，他就能和若若怀孕。赵帆蹲点几天，终于在某日小区外蹲到了外出回来的若若。可是若若练了8年的自由搏击，再加上高档小区有保安巡逻，赵帆刚抓住若若的胳膊，就被人踹出3米远。警察局里，无论赵帆怎么说，自己只是碰了若若一下，
然而连日的监控显示他已经蹲点许久，再加上若若死活不肯私了，赵帆就因此入了狱。他留下的巨额债务暂时由他父母偿还。由于之前的所作所为，许多公司都不用他们。一次我看见赵姨在翻找垃圾桶的瓶子，便将自己的矿泉水瓶给了他。赵姨明显认出我了，但我没给她叫我的时间，关上了车窗开走了。毕业后，我考上了另一个大学的研究生。我爸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我们老李家的祖坟还是在冒青烟的。”走之前，我去监狱看了赵帆，一方面是关心他，另一方面有一件事还没有给他说呢。赵帆过得很惨，听说监狱里过得最惨的就是强奸犯。网友果真没有骗我，看赵帆的面色就知道他一定在里边挨了很多打。赵帆见我想冲过来，却被狱警拦住。我不想和他多说什么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你还记得若若吗？她是我的堂妹，在美国学表演，怎么样？她的演技逼真吧？”赵帆错愕地盯着我，使劲拍打着窗户，扬言要让我不得好死。真是蠢，和我作对的下场不是已经看见了吗？还不长记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